如果日本能够租用澳大利亚的沙漠靶场、高超音速武器和反导系统实验的场地就解决了。澳大利亚核潜艇如果得到日本基地的支持，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要比没有这种支持严重得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话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反华防务协议，还自称具有历史性。多家媒体在1月6号报道，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条约。澳大利亚的首相莫里森表示这一份条约是所谓的互惠准入协议，为两军加强互操作性和合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从新闻的解读来看互惠准入协议的内容和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部队互访协议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彼此接受对方的军队可以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这是军事同盟关系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在此前日本和澳大利亚军队要部署到对方的领土上，都要采取临时性的批准措施。这样一份协议签订之后部队的互相部署就很方便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觉得这份协议颇有点讽刺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想方设法要进攻澳大利亚，想把这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土地据为己有。日本甚至还轰炸了达尔文港。如果不是美国海军打了一场珊瑚海的海战，以澳大利亚的那点战斗力根本挡不住正在巅峰时刻的日军。如今日本和澳大利亚要签署这样一份协议了，日本自卫队就可以成建制的、合法的踏上澳大利亚的领土。这历史还真是个爱开玩笑的家伙。日澳的互惠访问协定当然是针对中国的了。日本防卫省派兵去澳大利亚不是去搞协防的，澳大利亚并没有遭受任何国家入侵的威胁，应当是去搞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有辽阔的沙漠，南部一直被美国和英国当作武器靶场。澳大利亚旅游者甚至在南澳洲的荒漠里面捡到过瑞典反坦克导弹的残骸。日本如今也对高超音速武器和远程导弹非常感兴趣，并且一直在试图自己掌握导弹拦截系统的技术。在土地狭小的日本很难找到合适的靶场开展这样的试验，很容易遭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抗议。如果日本能够租用澳大利亚的沙漠靶场，至少做实验的场地就解决了。对澳大利亚来说，在日本驻军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帮助日本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澳大利亚的军队规模虽然很小，但是基本上完全采用了美式的武器装备体系，和日本自卫队的兼容性是比较强。特别是澳大利亚也在装备美国研制的 F-35 战斗机，这种战斗机部署在澳大利亚本土是毫无价值，只有跟随着美国部署到海外才能够发挥作用。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亚太国家，把 F-35 部署到日本似乎就能够发挥澳军在美国阵营中的价值了。另外，澳大利亚海军也在积极的建造新一代的反导驱逐舰，如果部署在澳大利亚本土，同样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如果借用日本的基地部署在日本周边海区，就能够帮助日本实施导弹防御。这听起来好像是澳大利亚在给日本无私的帮忙，实际上这背后都有美国反华政策的大背景。最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和警惕的是澳大利亚正在实施中的核潜艇计划。澳大利亚的海军潜艇部队的战斗力是不容小视。过去澳大利亚海军凭借着柴油动力潜艇就曾经多次进入东亚海区活动，甚至有传闻说澳大利亚的海军潜艇曾经进入中国近海搜集情报。一旦澳大利亚从美国获得了核潜艇，再得到日本基地的支持，那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要严重得多。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